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最近只要打开新闻，满满都是 AI 晶片又卖了多少，科技巨头们又砸了几百亿盖数据中心的消息，对吧？大家看着科技股一路上冲，心里一定想着，哇， AI 能帮我们提高工作效率，以后东西应该要变便宜，利率也要降了吧？但先等一下，野村证券最新出炉的宏观经济研究报告却给全球投资人泼了一盆冷水。野村的战略分析师在报告里大胆警告，大家可能高估了 AI 的短期降通膨效果。现在这波前所未有的 AI 投资狂潮，当它一头撞上美国历史级的极低失业率，非但没有让物价变便宜，反而正在悄悄推高通膨压力，甚至这可能正在重演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的紧缩噩梦。今天我们不谈空泛的口号，直接用野村证券最硬核的劳动力与资本支出数据，带大家一起聊聊 AI 投资到底会不会逼着联准会在未来选择升息。首先我们来聊聊为什么大家心目中能省钱的 AI 在短期内反而会变成物价的催力弹呢？野村在报告中指出，这其实是科技演进的时间差在作怪。从长远来看， AI 确实能大幅提升各行各业的生产力，帮企业省下成本，从而起到抑制通膨的作用。但问题是，我们现在还处于这场革命的早期基础建设阶段啊。这代表着现在全球科技巨头们最主要在做的事情，不是用 AI 帮大家省钱，而是疯狂的砸钱买晶片、买设备、抢电网，还有疯狂的盖大型数据中心。野村指出，这种规模空前的资本支出，在实体经济里其实是一种强烈的需求冲击。当所有科技大厂都在抢铜、抢电、抢高阶半导体的时候，这些原材料和设备的价格就会被推到天上去。这在无形中已经在生产端率先点燃了通膨的引信，而且这场资本狂欢还带来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两极化现象。野村分析指出，现在全球的企业投资简直就是冰火两重天，一边是传统行业在面对高利率环境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缩减预算、减少投资，但另一边则是全球超大规模云端巨头在 AI 领域进行的无上限巨额投资。正是这群不差钱的科技巨头，靠着一己之力，把全球的硬体需求和资金环境撑在了一个非常热络的高度。再加上联准会资产负债表的流动性支持， AI 相关企业的资金调达环境可以说是舒服的不得了。野村强调，从目前的订单和排产能见度来看，这场 AI 投资在短期内完全没有要踩刹车的迹象。这就意味着由 AI 建设引发的生产端高成本，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依然会像一块沉重的石头一样压在通膨指标的上方。如果只是买硬体、盖厂房也就算了，最让联准会头疼的是，这场 AI 狂潮正一头撞上了美国极度紧绷的劳动力市场。野村在报告中揭示了一个大家很容易忽视的秘密， AI 投资可不仅仅是在电脑前敲敲键盘，它在物理世界里正在创造大量的实体工作机会。从数据上来看，为了配合数据中心建设和高阶半导体研发，美国在制造业、土木建设业、商业运输以及专业商务服务等领域都出现了非常强劲的就业回温。当数据中心需要大动土木，需要高阶电网线路，这就得雇佣大量的蓝领和工程人员。野村警告，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已经处于历史性的极低水平，这代表市场上几乎已经没有多余的闲置人力了。在这种极低失业率的背景下， AI 投资带来的就业需求就像是在本就前柴烈火的劳动力市场上又添了一把柴。企业为了抢到合格的工程师和建设工人，只能不停地调高薪资，这会直接导致单位劳动成本和工资增长率居高不下，进而推高最难缠的服务业通膨。这就让联准会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野村指出，如果服务业通膨、工资增速和长期通膨预期在低失业率的环境下继续失控攀升，那么联准会内部的核心决策成员很可能会在未来不得不放弃降息的幻想，甚至直接转向开始主张升息来强行冷却市场。这可不是野村在危言耸听，因为在历史上我们就曾实实在在地经历过一次一模一样的噩梦，那就是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时期。野村在报告中带大家做了一次非常经典的历史对比。在1999年到2000年期间，
全球同样因为电脑技术的普及和互联网投资的狂热，爆发了空前的资本支出潮。当时，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像现在一样，失业率极低。虽然在那个时期，科技的进步也确确实实提高了整体的生产力，但由于投资热潮实在太过狂热，加上工资上涨带来的通膨预期失控，当时由葛林斯潘带领的联准会最终被迫选择了连续且大胆的预防性升息，这直接刺破了当年的科技泡沫，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了惨烈的紧缩风暴。野村警告，当前的 AI 投资轨迹和当年2000年前夕的紧缩前奏，在统计学指标上简直是惊人的相似。野村这份报告其实是在帮我们打破一个非常普遍的思维误区，大家以前总认为科技进步等于物价下跌，这在长期来看虽然是对的，但在宏观操作中，我们千万不能忽略了建设期与收割期之间的时间差。在2026年这个节点， AI 显然还处于重金打造基础设施的建设期。当成百上千亿的美元在极短时间内涌入硬体和电网建设，它在短期内所释放的热量无疑会转化为强烈的通膨压力。同时，华瑞认为，当前的劳动力市场紧绷正是这场通膨游戏里最难缠的防线。在失业率极低的环境下， AI 研发和数据中心建设的就业拉动，实质上拉高了整体的工资底盘。如果联准会发现 AI 带来的效率提升在短期内根本无法跑赢工资上涨与原材料通膨的流速，那为了防止通膨预期的失控，联准会采取预防性升息的几率将会大幅上升。这会让那些高杠杆、纯概念的科技软件企业在未来的利率环境下面临非常严苛的生存挑战。当然，大数据和历史模型虽然给出了警示，但未来依然存在着潜在的双向变数。野村在报告中也特别提到了两个需要高度注意的风险点。第一个大风险是全球主要科技巨头在 AI 资本支出上的节奏调整。如果因为某些不确定性或营收不及预期，导致这些巨头在2026年下半年突然放缓了数据中心的建设步伐，这将会在瞬间平息生产端的需求冲击，降低通膨的威胁。第二个风险是全球经济增长出现了超预期的边际收缩。野村指出，如果除 AI 之外的传统行业衰退过快，拉高了失业率，那么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就会得到自然释放，从而为联准会提供足够的政策缓冲空间。华瑞认为，野村这份报告用最客观的就业和资本支出数据，为我们梳理了 AI 繁华背后最真实的宏观金融底牌。这是一场 AI 基础建设点燃需求，极低失业率推升工资，而历史规律指引利率上行的结构性博弈。对于投资者而言，要看懂接下来的市场走向，千万不要只盯着科技股每天股价的涨跌，而是要学会观察那些最底层的宏观路标。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大家密切盯紧两条实体线索。第一是美国每月公布的单位劳动成本和服务业通膨指标的变动。如果这两项指标在低失业率下加速上行，那说明通膨的警报已经拉醒。此时应当主动降低投资组合中的高贝塔值风险。第二，则是密切关注科技巨头们在每季财报中针对 AI 资本支出计划的实质修订态度。这两项硬指标才是决定我们能不能在利率拉锯期中看清底牌，做好防御配置的通关密码。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